好可怕！海啸来袭，真的还假的？老爷的移动城堡。然后我刚刚跟 ChatGPT 吵架，我跟他说，我叫你推荐我餐厅，你跟我说这也是文青风，差得有点远哦。哇！我开了。哦，怎么样？欢迎来到欧基讲跟欧巴讲的家，这是我们今天住的饭店，日文不标准，请大家见谅。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房间。然后这边一开门呢，就可以闻到一种很像木头的味道，但是它其实好像是榻榻米的味道。然后我们这个门一打开呢，左手边就有鞋柜。它有附很多双拖鞋，还有这种超级小朋友的脚，这个应该也很多人穿过，就是这样看看就好。看起来是，难道有点痕迹了？这间饭店就有一种老牌温泉大饭店的感觉。然后这边呢，就是哆啦 A 梦住的地方的。这里面就是备用的被单。对，如果你很冷的话，但现在是夏天，应该是用不到。再来这边就是它的洗手台区，它有把牙膏、牙刷放在上面，然后还有洗手乳。这边还有一些不确定是什么的东西，看起来很像是什么乳液啊之类的东西。这边就是简简单单这样子，然后它的对面就是厕所，我们今天的浴室。然后要讲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这边它的开关是这种很传统的按键式。我刚刚一直按，就问 Jack 说为什么灯都不会亮？不好意思，它是老牌饭店，要等它一下。浴室长这样，它的灯光就比较晕黄一点。然后 Jack 来介绍好了。好，这边就有它的免治马桶哦。然后这边掀开就是它的浴室。看起来它盥洗用具应该在外面，这里是不是？资生堂的。好像还不错哦。然后反正浴室就是小巧够用这样。再来呢，这边还有一个很复古的拉门，上面还有印淡淡的小樱花，还是有一点把睡觉的空间跟外面做一个区隔。然后从这个门推开之后，地板就变成了榻榻米。我们一直闻到的味道应该是榻榻米的味道。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么日本感的饭店，这是第一间。让我觉得很新鲜。然后左手边这边呢，也是哆啦 A 梦的房间。那到底要住几个房间？它这边就有毛巾跟浴衣，然后因为它这边有大众浴池，男女分开，但是裸汤，所以你要带个毛巾啊什么的下去。如果你不想要跟大家一起泡，它也有独立的汤屋，但是要另外付费。那这边右手边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睡的地方，超级日本的。这可以拍来去乡下住一晚，就可以把这个摊开来睡在这里，还蛮有趣的。而且它头的方向是朝这里，就是门一打开就是头那种感觉。然后它这个枕头就是那种有珠珠的按摩枕头是不是？不知道我睡不睡的习惯，因为它好像就是偏扁。再来这边呢，有一台电视。他看起来是很努力的找了一个位置给他放，就是没有电视柜，放在保险箱的上面有一台小电视，然后应该这个角度就是躺在床上看吧。不过还好的是我们来日本基本上不太会看电视啦，一方面是风景很美，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也看不懂，如果它不能连 YouTube 那些的话。它旁边还有一台非常迷你的除菌机，消臭。有用吗？不知道反正就开着，他既然都这样写了，我就把它开着哦。然后再来这边就是有一个很复古的小茶几，你有看到这个椅子的花花吗？就是有一种日本阿嬷家的感觉。对，然后这桌上他还有给我们绿茶，然后还有小点心，这样子2人份的，然后还有这个超级有历史感的那个热水壶。再来这边就是有菜单，就是各式各样啊。如果你在这边不想出去又想吃东西的话，这边有一些可以点寿司啊、酒之类的。没错，这边就是刚刚讲到的大浴场的部分。然后你如果要加购的话，就去柜台找它。后面这一边是要加购的。
就是它有公众的澡堂，也有个人的汤屋啦。反正这边就是有很多东西，但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应该会在外面看风景。有机会去使用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很复古的小柜子好可爱哦！它这边有筷子是给我们吃后面用的吗？有可能啊，因为它可以点餐啦，所以它有给我们一些餐具，应该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它的面纸放在这里，怎么那边又有一个热水好特别哦！这么多热水壶。可能这边冬天很冷吧，一人需要一个热水壶，谁也不抢谁的热水。然后下面就是它的冰箱你看那个插座有没有复古的等一下可以看一个更大。我们进来的时候它是没插电的，我们自己插上去的。这里就是空空的冰箱，没有东西。然后这边呢就有一个应该也可以照到全身的镜子。然后这边就是那个超级复古的插座，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开关跟插座。对，它黑到我刚刚不知道它是插座。这个应该是让你晾一下衣服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看起来可以泡茶或是下棋的地方。然后就不得了了，请抬头。抬头，哇！无敌湖景，听说晚上还会有烟火，8点45分左右会有烟火，然后他们说是在湖面上放，所以走下去那个湖畔就可以看得到，哇，看起来很值得期待。然后这边呢，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会看起来很像富士山，但是它现在被云遮住了。就是在这边有一团绿绿的，有没有看到？这一团绿绿的统称叫中岛，然后中岛的旁边就是这个凹槽的中间，其实有一个叫做羊蹄山，它的别名叫虾夷富士，反正它就是会看起来很像富士山就对了。但是可惜今天它被云遮住了，不晓得我们明天有没有机会看到它，不然就会有一种好像在跟富士山拍照的感觉。我们还没有机会去富士山，想说可以这样子一窥也不错。我们的无敌湖景好像看到这里就会不自觉的停下来。停下来干嘛？就是会看着它发呆啊。你看下面就很多人在散步啊、跑步啊。旁边还可以骑那个什么天鹅湖，骑那个鸭鸭船啦。可以体验一下湖光风景，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是阿妈讲啊。所以是用钥匙开门的，这感觉就是这种温泉饭店的钥匙啊。对，你如果去北投那种很老的饭店，应该也会是这种感觉。然后刚刚 check in 的时候还蛮好笑的，就是 Jack 以为应该还是日本人，然后要么讲日文，要么讲英文，他就叫我跟他一起去。结果那个人就突然说，请他在这个纸上签名，然后他讲的是中文。看起来他们这边不止一个中文的服务人员，没想到来这边反而语言没有障碍。房间大概就是这样啦。那等一下我们就要下去逛一逛，看看旁边还有其他什么东西。这附近好像也有蛮多吃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饭店对面也有超商。那我们有机会去体验饭店的设施的话，再拍给大家看。那我们现在就先出门吧 ，Go Go！从饭店出来，对面就有一间超商，看起来蛮大的。然后有写Hot Chef，应该就是有卖熟食，就是像那种炸物之类的。等一下再来看看要吃什么。这看起来很像是餐厅看一下，看起来是一个很舒适的空间，好早关哦。它看起来是面包店、甜点店。好的，那我们先去湖畔走走，等一下再来看今天晚餐要吃什么。来日本最不习惯的就是很多店都很早关，我们都来不及。你又想看风景，又想吃美食，就没这么容易。对啊。所以也许来日本可以定一下，我们这趟是风景之旅还是美食之旅，有时候有点不可兼得。不然你的行程不能定那么满，要一个行程加上一个美食。有可能一个点、一个城市就要待个2天左右，不是2天1夜哦，是完整的2天，这样你才比较有机会慢慢的散步，感受一下那个城市的东西。比较不会像我们这样比较赶一点。我这次已经有删掉行程了，我每天都在检视我的行程，今天要删掉什么，明天要改成几点出门，所以今天的小樽就被删掉了，我们回去补花海。但是呢，洞爷湖真的超美，哎呦，我觉得很值得来，这个风景太美了。而且洞爷湖也有那个城堡，移动城堡很浮夸这边。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风景，跟我们刚刚在房间看到的
城堡船。刚刚在房间看感觉没有那么大，下来看觉得这艘船实在有够大的。之前就很多人在这个角度拍照，然后如果没有起雾的话，那边就会有一个很像富士山的那个山啊，太可惜了。希望明天有机会看到它。然后旁边就是那个可以踩的鸭鸭船，不知道它开到几点，看起来好像关了。Jack 一定松一口气，因为我刚刚很想去踩，要，他觉得很累。对啊，碧潭都不想踩了，还踩这个，这不一样的风景。我宁愿开那个快艇。谁开啊？好，坐快艇，坐快艇。这是一个很惬意的湖畔。哦，我找到它了。我看到薰衣草了。干掉了。对，它现在是干燥化的状态。这边感觉是比较贵一点，然后比较新一点的饭店。我们的就是爷爷家。这个是大丛的薰衣草吗？它看起来还活着。它是，你闻，你靠近它。它抽好鼻子。他觉得恶心。可以碰吗？不行。有对不对？它有薰衣草味道。哦。终于看到北海道的薰衣草了，应该要跟他合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城堡船的收费是如何，还有它的时间表。大人1007日币，小学生850哦，还有搭配烟火的船，但价钱好像也没有比较贵耶。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咯。但我觉得在岸上看应该就已经很漂亮了。来了，这个是天鹅船 ，Moto Swan Boat。Moto 的意思是它是电动的吗？就不用踩得这么累了。来看看，不可能骑这个天鹅船骑到大岛、中岛那么远吧？这也太厉害了哦！他有告诉你大概要骑多久，然后费用就在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它还有闪亮亮的天鹅，有珠光感。操作简单，大人气，还有自己用手划船的，这个更累吧？好，大家自己看一下价钱跟时间，然后呢，就是在这边租。它这个应该是电动的，但当然自动的会比较贵一点啊。好，但是它营业时间已经结束了，想要来个浪漫湖畔约会，也可以骑这个。那我们现在就去找晚餐吃。吃完晚餐，晚上再来看烟火。我们到了这间我们今天晚餐要吃的店，我请 ChatGPT 帮我推荐的。我刚走来走去都没看到它。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门看起来太不明显了吗？它招牌也太小了吧！我在对面根本看不到啦。推荐说是一个温馨，然后又有文青风格的小店，然后它的营业时间是这样。到晚上8点，好，我们就来试试看。我们现在是住在爷爷家，然后来姑姑家吃饭。这间店小小的，但是餐点也有很多选择。我开始有点怀疑 GPT 告诉我的文青风。人在这里带，还是比较文气的。我们的姑姑煮了什么？煮的汉堡意大利面，蛮好吃的。我们姑姑的手艺不错，没错，有家乡味。它看起来朴实无华，但是是好吃的，对吗？我点的是，我不知道这要怎么讲滑蛋猪排嘛，就是有那种炖煮的感觉，但是它这个猪排是单点的，你可以另外点一碗饭配着吃。然后我们还点了一杯芒果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热腾腾的，因为是用铁锅。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坚持，口味不错，还蛮入味的。所以如果你找不到要吃什么，也可以来吃这间，它就是我姑姑的店。我开玩笑的，不是真的是我姑姑，是像姑姑家的那种温馨感。然后随着时间越来越晚，这边的客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可是座位数不多，所以大家要来的话请早。那我们就继续吃晚餐。好，我们吃饱了，我们这一餐花了4900块日币，差不多台币800块，
哦，800块，我觉得它就是比较朴实无华，但是口味是 OK 的，你觉得呢？我觉得 OK 啊，就是姑姑家的味道。对，有一种那个家庭料理的感觉。然后我刚刚跟 ChatGPT 吵架。我跟他说，我叫你推荐我餐厅，你跟我说这也是文青风。我跟他说这是我姑姑家吧，差的有点远哦。他就说他错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查餐厅啊、查什么的，也可以自己再多查一点。不过因为这间店，我觉得它在 Google 上面没有太多的资讯，所以也不能怪它啦。但是这附近还有一些餐厅，大家也可以搜搜看。那这间餐厅的话，它的位置算是蛮少的。然后我们刚刚要走的时候，其实里面已经是客满的状态。那我觉得这间店的风格蛮特别的，从门口看，我会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小酒吧的感觉。但它确实菜单上面也蛮多酒类的可以点的。然后这附近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餐厅可以看看啦。那我们现在就散步回饭店，等一下8点多再出来看烟火。他走过来旁边一点点呢，还有一间餐厅，但是他今天没有开。我发现这附近的餐厅有一点这样子，就是他不一定会都有开，有的好像还会临时休业。我们刚刚看到其中一家就是这样，所以也是运气啦。上个步哦，这里是足汤哎，啊，好酷哦，可以坐在这里泡脚哎。哦，这个神社看起来蛮有 feel 的，那个外观很可爱。对面有一间京城烧肉 ，GPT 说气氛一般，但是餐点 OK， 看你们要不要相信他。但是因为我们昨天才刚吃过烤羊肉，所以今天就略过这个烧烤的部分。我发现北海道的花随随便便都开得很漂亮，都是那种颜色鲜艳，然后它们长得很健康的样子。然后我们也发现，洞爷湖这边还蛮多台湾人或是中国人，讲中文的比例蛮高的。这边也有一家餐厅，就是今天看起来没开。这间拉面店也是没开，真的不行，饭店也有得吃啦。这是我们饭店的大厅，右手边还有卖那个欧米亚给的地方，然后这边有一个休息区，可以看到湖畔。搞不好也可以看到烟火，然后这边居然有这个有浴衣可以租借，1650日币。哦，你可以穿着这个去跟烟火拍照。然后这边还有儿童游戏区，比较简单的。然后这边这个饭店的老板是喜欢星际大战哦，居然有一柜这东西，下面还有一些漫画什么的。这个应该是烤火的暖炉吧？是录影带啊。这个地方当年一定也是不得了。接下来带大家参观饭店的其他设施。其实这间饭店的设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这里居然还有舞厅可以跳舞里面弄得还蛮有气氛的，有1秒穿越回某个年代的感觉。不晓得有没有阿公阿嬷真的来这里跳舞？去大浴场前的路上居然还有老虎机这一切真的都很复古。接下来是小朋友可以打发时间的区域，可以夹糖果、娃娃、开赛车，甚至还有太鼓达人，算是有蛮多东西可以玩的。接下来就是男女分开的大浴场，这边是他们的营业时间，晚上其实开到蛮晚的。这个洞窟风旅感觉很特别，不过我们就没有去体验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他们的官网上查看，网址我们就放在资讯栏给大家。来带大家看洞爷湖的烟火，它会有一艘小船在那个湖面上放烟火，它会从左边这样慢慢放到右边。可是它的那种放法是一支慢慢放，不是像跨年烟火那样唰很绚烂的那一种。但是它会有几支特别漂亮，或是结尾的时候会特别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那你如果懒得走出来，这边有的饭店应该在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像后面这间，它感觉做这么透的玻璃，就是让大家来看烟火。应该是。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你可以搭在船上看，
然后这个船就会跟着它前面的烟火船走，它就可以从左边看到右边，总共好像会放20分钟吧。对。它这样连续放就表示等一下要来咯。差不多快 ending 了吧，就是体验一下啦。没有想到这边还有附加价值的活动，当初订这边没有特别想到。对啊，因为其实我对烟火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自从我们在日月潭被困住之后，对，就没有特别迷恋烟火，但是刚好有，还是可以看一下啦。而且其实也蛮舒服的，不拥挤。大家早安，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最后入场时间是8点半，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先去看看再说。Go go！ 早餐的用餐空间就在这个湖畔，来看看长什么样子。它们很可爱，给了一只小鸭鸭放在桌上，就代表有人，这个方法挺好的，这样一个人下来也不用担心。我今天的早餐选了咖喱饭，还有马铃薯炖肉跟炒蛋吗？好，那就来吃早餐。可以看到洞爷湖的湖景。好，又到了住宿心得分享时间。那我先来分享一下早餐，因为有人起不来，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去吃早餐。那它的早餐用餐空间其实蛮宽敞，然后它很可爱，有给一只小鸭鸭嘛，我觉得这还蛮贴心的。就是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来吃，你只要有那只小鸭鸭，你就可以放心的离开座位。那它的早餐选择，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它的单品料理是非常好吃的，像那个咖喱啊，就非常的浓稠，然后很香醇，很好吃。然后那个马铃薯炖肉也是。然后因为时间其实不太够，所以我大概就吃得很简单，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早餐的料理美味度我是给赞的。那再来的话，就请 Jack 分享。那这边我们这次住的是和室，然后一个晚上是4730元，因为毕竟有湖景嘛。对啊，这样的话就会讲到它的优点，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湖景，然后晚上也有活动，烟火啊，让你就是来这边住，然后还有泡汤之类的，让你蛮休闲的啦，就是放松的一个地方。海啸来袭，好可怕！海啸来袭，真的还假的？海啸来袭。那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只能待在房间里，就是最近好像就是地震嘛，蛮多地震的，对，好可怕。目前我们在洞爷湖旁边，理论上应该不太会影响了，不过它可能就是例行性发的一些警讯之类的，警告这个区域的旁边的人。我早上就在社团看到有人发，然后还问 ChatGPT 说：“我现在应该要逃吗？”你要逃去哪？我也不知道，就是往札幌地区跑啊，因为洞爷湖其实还是算靠旁边，但是你再往旁边过去才是海边啊。因为你刚发这个警讯的时候，你看还有人在踩那个天鹅船你觉得他应该不会往害怕吧？赶快骑回来，看起来也没有。但是洞爷湖是个湖啦，所以它应该不会有什么状况。刚讲哪里啊？反正就是这个，我觉得这边就是蛮休闲的地方。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因为早上我也没去吃。缺点的话就有了，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隔音，走道上不管是谁讲话也都听得到，隔壁可能听狗公的声音都听得到，因为可能是这个结构的关系吧，饭店也应该有点年代，对，所以隔音上面比较差。对于这一方面比较在意的人，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再来就是它的充电孔，离你睡觉的地方其实有段距离。当然，我们这个房型啊，也许别的房型不一样，有些东西也比较偏老旧一点，那可能觉得已经习惯那种现代化的东西，可能这边就比较没有。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很好的，对，因为没有住过这样的爷爷家，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个记忆深刻的味道，可能在别的地方没办法体验到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他房间不是我们开箱的时候还有一个叫什么空气清净之类的小台，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蛮吵的，可是因为我已经躺好又不想起来关，但是我们两个算是对噪音算是比较有抵抗力的人，就累了就还是可以睡。重点是它有效吗？我不知道因为一直都有那个榻榻米的味道。我是没有鼻子过敏那可能它除的是臭，榻榻米不算臭，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香气。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人可能不习惯这个榻榻米的味道。
蛮浓郁的，就是你可以考虑一下。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还算不错。就如果你是想要体验这个日本风情的话，这间饭店可以感受到那种老味道。然后我还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今天早上去吃早餐的时候，真的大部分都是听到讲中文的人。其实蛮多旅行团的，对，不管是大陆那边，或是台湾这边，或是香港那边都有。所以甚至连这边的服务人员，还有一些也都是会讲中文的人。我就觉得，突然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对啊，奇怪，我不是出国吗？怎么到处都听到障碍，都是听到中文的？你连在路上也都是。那总而言之呢，就还蛮推荐的，也分享给大家。那当然，这附近还有非常多间的饭店，大家就可以考虑一下。那我们这主要的考量呢，当然就是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其他家便宜一些些。好，那我们住宿心得就分享到这边啦。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呢，欢迎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哦，还要记得发我们的 IG 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真是充满惊吓的一天，那个警报狂响，一直说有海啸。旁边还有一块向日花田，他们都开得很好在这边拍照也很漂亮。高桥牧场的鲜奶，我有买错了吗？Chasing dreams across these foreign lands with each new sunrise.